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国风系列清代开叉下摆毛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不同尺码，每个尺码有长短款之分。编织方法类似，都分成了主体、包边和盘扣。主体又分为后片、前片和袖子。长短款的不同之处会单独讲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编织时需要将多种线材合并在一起编织。一种线材需要2根的，可以从线团的中心和外围同时取线，也可以从2个线团上同时取线。小样全部使用1根线演示，具体线材大家注意对照图解取线。其中珍宝纱在编织时需要拆3股编织。具体拆股方法请看演示。珍宝纱拆3股，取出珍宝纱。开始如果线头拉扯不开，可以剪掉一些。然后扯开线头，可以看到线被拆开，这里需要拆出3股，不是1股，直接捏住这一端线头拉长，整根珍宝纱形成这样3股交错的线。左侧如果能很顺畅的拆开，下面就可以将这3股线当做1根线与其他线材合并编织。如果不能顺畅的拆开，可以重复之前的步骤。这个就是珍宝纱拆3股的方法。先编织后片，分为身体和胸片。身体采用右手长为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。这里想要图解以任一个尺码为例，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1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，空白格子表示下针。右上3针并1针，实际编织时是在3个线圈上编织，完成后是1个线圈，这里用1个格子表达。左上2针并1针和右上2针并1针针法同样可以这样理解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下面先学习起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首先进行长尾起针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。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1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，右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
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下面织第1行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是下针的符号，这里直接编织下针。可以看到下方形成这样的辫子纹理。第1行完成，我们将线头在右手边这一面作为正面，继续织第2行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翻转织片。这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织上针。下方形成这样的瓦片纹理。继续织完这一行。第2行完成。短款后片下面开始编织花样，长款还需要继续编织几行大平针。织法与第1到2行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花样的织法，针数较少，这也是方法。所讲解的行数是花样的行数，大家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写编织。先织花样第1行，开始编织对应顺的下针，小样针数随机。然后织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这样挂针就完成了。继续织一针右上2针并一针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左侧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
接着用左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，右上2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右侧线圈在左侧线圈上方，简称右上并针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1针右上并针，右针先挑下1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不织的1针盖过左侧1针即可。右上并针完成，继续织一针下针，一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左往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。这个下针，这样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右侧线圈上方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1针左上并针，从左往右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左上并针完成，继续织一针挂针，对应数量的下针。花样第1行完成，接着织花样第2行，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挂针位置，正常织上针即可。第2行完成，花样的剩余行继续对照图解往返编织，正面织挂针和并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后面还会遇到右上3针并1针织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。先从左往右挑下1针，然后将左侧2针同时织一个下针，再将挑下的这个线圈盖过左侧的线圈，右上3针并1针完成。可以看到，右侧的线圈在最上方，花样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写编织。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后片数行数的方法。可以看到，下针纹理形成这样一列列辫子，一个辫子代表1行，从最下方辫子开始数。小样一共织了13行，花样最后正面这一行织完后，可以在棒针下方辫子上扣记号扣标记。方便数上下花样之间的行数，注意从记号扣上方辫子开始数，这个就是数行数的方法。花样学会后，大家对照图纸将身体对应的行数织完。注意花样的位置不要织错，花样之间的间隔
图纸都有标注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身体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胸片，开始需要在两侧进行腋下收针，然后两侧减针，中间继续对照图解编织花样。最后需要引反形成斜尖，并留出后领窝位置。腋下收针是第一行在开始编织下针边收掉对应的针数，结尾正常编织。下一行编织上针边收掉对应的针数，往下在两侧进行减针。这里腋窝位置具体的编织方法，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我用这个小织片讲解方法，第一行开头要连续收掉几针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有几个收针符号就表示收掉几针。我这里是要连续收4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第一针可以织滑针，也可以织下针。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都是织下针收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收一针，继续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。我这里剩下2个线圈，需要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，也就是第4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也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编织下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需要对照图纸编织，织完后将第4针也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，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第一行就讲完了，继续织第2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开头也要连续收掉4针。
先用记号扣隔开，开始收针。同样，第一针可以织一个滑针，也可以织上针。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，继续边织上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这里我们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也就是剩下第4针的线圈，将这一针也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也是最后这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在反面我们这一针织上针，收掉第4针。实际编织时，这一针的具体针法要对照图纸编织，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这个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下来在正面收针。方法和第1行这里相同，在反面收针。方法和第2行这里相同，我再演示2行。继续织第3行，这一行开头要收掉2针，先收一针，正面要织下针收针，再织一个下针并收针。注意，当收最后一针时，要织的这一针针法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有时花样特殊，这里不一定是下针，大家不要织错。反面也是一样。现在我就收掉了2针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
这一行开头也是收2针，先收1针，反面至上针收针，再织一个上针并收针，这样就收掉了2针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4行。如果两侧只要收1针，方法就和前面收第1针的方法相同即可。这个就是腋下收针的方法。腋窝剪针完成后，继续往下编织。最后斜肩进行引反编织，编织过程中在领窝收针。这里我大概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领窝收针的下面一行，先在右侧引反编织，然后编织右肩对应的位置。注意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编织时在左侧领口进行减针，右侧继续引反编织。完成后，在反面进行扶针收针。接着接线在领窝收针，然后继续编织左肩。编织时在右侧领口进行减针，左侧引反编织。完成后，同样在反面扶针收针。下面分别讲解一下引反编织、扶针收针和领窝收针减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结合视频，对照图纸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织。请看演示。在右侧留针的引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。第1行在反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好了。第2行在正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含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，
我继续将这2行织完。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1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1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1针先交换位置，然后合在一起，织1个上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1针交换位置。再合并织上针。继续将这1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在左侧留针的银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银反6行，第1行在正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。第2行在反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1个挂针，挂针不要太松，然后织1个划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将这1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1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
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算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划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预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织完这2行。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在一起织一个下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并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有时候为了使两侧的行数相同，还要再织一行，大家具体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
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，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
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接着织右肩，编织前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
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边织上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反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上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了1针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上针进行收针。还剩1个线圈时，参考第1种情况的结尾，固定并藏好线头。这样边织上针边收针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前片，分为身体1区、身体2区和胸片。先学习身体1区，分第1部分和第2部分编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有节的划针、扭针和卷针加针。第1部分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，为了形成弧度，在右侧进行加针的引反编织，左侧不加不减。花样正常编织。短款这里织完引反部分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即可。长款起针部分引反编织完成后，还需要在右侧加针。下面学习这里加针引反的编织方法，参考其右侧部分引反编织的方法，对照第1部分的图纸完成引反部分的编织。加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这个图解，从第2行开始引反，结尾先预留这一侧需要引反的总针数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第3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有节的划针和前面这里相同。
然后要预留。这一侧需要引反的总针数不知。第4行，先织完有节的划针位置，然后多织对应的针数，我这里多织5针。往后引反位置的每一行，结尾都要多织对应的针数。也就是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再多织对应的针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里的11行织完。最后一行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多织4针，刚好将所有线圈织完。引反部分编织完成后，短款断线停针不织。为了方便编织第2部分，可以将第1部分的线圈修针。注意长款织时候不修针，具体修针方法请看演示。接着我演示一下修针的方法。一侧织完后，将线圈转移到单独的棒针或环形针上，也可以用线穿起来。后面编织时，再将其穿到棒针上，从右往左穿线。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长款引反编织完成后，还需要继续加针。这里我演示一下加针方法。短款可以跳过这一部分，先织反面的一行，小样这里织到了结尾剩余1针，结尾第2针织挂针，然后最后一针织上针。这里注意将线放到织片前方再编织。
这样就加出了一针。继续织下一行，在正面织下针，挂针位置织纽针，穿入后方这根线，织下针。纽针完成，继续织下针，这样就完成了加针的部分。下方形成这样交叉的线，后面依区的加针都按照这种方法编织。大家对照图纸将长款第一部分织完，最后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暂停编织。大家也可以将线圈修针，这样第一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依区第二部分，采用左手长围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。具体起针方法请看演示。长围起针的方法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，具体长度参考图纸。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左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。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第3针就起好了，继续起第4针。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位置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
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第一行在反面编织上针，然后翻面继续编织。线头在左手边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然后对照图纸编织，右侧不加不减，左侧引反编织。方法与之前加针引反编织视频演示左侧部分的织法相同。长款引反部分织完后，还需要加针。加针方法与第一部分长款加针方法相同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。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多一行，结尾不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一区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编织身体二区，接着一区第二部分结尾的线继续编织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一行的编织，在正面编织第二部分的线圈。这里引反部分在左侧，小样这里针法随机。实际大家对照图纸编织。完成后，取出第一部分，将修针的线圈穿入左侧环形针上，注意织片正面朝上。可以看到引反部分刚好是对应的。这里短款直接在第一部分的线圈上编织，长款还需要织一针卷针加针。手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出一个线圈，套在油针上，卷针加针完成。继续在第一部分上编织。这里我再强调一下，短款这里不织卷针加针，交界处稍微紧一些，断线的线头拉紧。可以在织物反面打结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继续织完这一行。第一行就完成了，下一行在反面织上针，遇到卷针加针位置，正常挑线圈编织几个，
身体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身体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胸片，开始在腋下减针，方法与后片腋下减针相同，完成后继续编织，留出领窝位置。分左右肩编织，先织左肩，左侧减针，右侧不加不减，结尾引反形成斜肩，最后扶针收针，然后在领窝接线收针，编织右肩，右侧减针，左侧不加不减，结尾在左侧引反形成斜肩，最后扶针收针。具体织法与后片、胸片最后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